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们今天又回到了不要学系列。那这次不要学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降档会犯的错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今天骑的是雅马哈的滑胎车。为什么没有拿忍者出来做示范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忍者有滑离合，那滑离合呢是近代的新的科技。那个东西其实，对于有些可能平常降档会犯的错，基本上它会帮你解决掉，所以无法看出来说你犯错的时候是对车子造成什么影响。那所以我就选这台单缸车来做示范。那因为这台车没有滑离合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哦，好，上次看的那个不要学升档影片，我大概知道，对，这个升档的时候呢，受下油才不会转速往上飙。好，那我现在来骑降档。不过降档的话，那我知道，因为每次看人家骑摩托车的时候，那个哇，降档的时候声音都很洪亮。可是我想想看 ，OK， 拉离合、收油门，然后降档 ，OK， 好，那我会了。好，对。有点感觉，可是刚有叽叽的声音，奇怪。好，降档。怎么又有叽叽的声音？奇怪，我看人家骑仿赛那个声音很好听，没有叽叽的声音啊。是不是动作不够快？然后上下动作再快一点好了。怎么会咔，吓我一跳！怎么会这样？还是要赶快要弹离合出去呢？机声越来越大声了。好，同学，我告诉你怎么回事。不是放越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问题就是在于你引擎跟后轮的速差。所以你在行驶情况下，如果你直接没有去备转速，直接放掉的时候，有速差，后轮就会锁死。所以刚刚那个情况下，就一直后轮在锁死。那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尤其你有时候锁死，然后或者是你可能配合后刹的时候，不知道不小心锁死。如果你直直走还好，如果你滑出去的时候，哇，基本上你可能后轮滑出去就是 low side 嘛，然后后轮滑出去如果有收回来，然后弹出去就变 high side， 那两个都是摔车，这是很危险的，所以这千万要注意。那我前面挡车教学其实有说退档补油，退档补油的功效就是在配合转速，后轮跟引擎没有这样的速差之后，你降档的时候它就不会造成后轮锁死，然后也会很顺，像这样。就不会有叽的一声，像这样很清脆的排气管的拉转声。那降档呢，最大原则就是要顺，然后不要去造成车体有不必要的震动，造成行进上可能有操控上的问题。好了，那讲到退档补油，如果你是老手的话，其实你可能会说，我是不是做调节离合的话，不用退档补油，其实也可以防止后轮锁死。可以。如果你是高手的话，你可以这样拿捏离合器。那在迅速的过程中，甚至在赛道上，有些人是用这样不同的方法去做降档的，但那是必须要有非常经验老道的人，慢慢可以了解，要加做很多练习，才能抓到这个技巧。那一般人呢，我觉得其实还是从退档补油这个基础功要做好，尤其市面上的车种，不可能每台车都配有滑离合，那不可能每台车会有像现在就是 Auto Blip， 像是电子换挡快排这样的功能，所以基本的我觉得退档补油这还是一定要学会。
那再来很好的论点就是，如果今天退档补油不重要，那电子快排为什么要帮你补油？对不对？今天电子快排就是在你不需要自己手动补油的状态下，电脑都帮你算好时机，然后在最好的状况下补油去配转速。好，那滑离合可能现在有人问说，那滑离合是什么意思？滑离合就是像我刚刚车子在尾巴在甩的时候，它利用它滑离合的构造可以跳脱出去，让它在转动，不会说直接吃死。这种时候你就没有锁死的危险。相对因为有滑离合，所以你可能犯了这些错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发现说对你车子会带来多大的影响。只有在这种没有滑离合车上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啊，原来后面会这样跳，会这样滑，然后骑起来不舒服。那你这时候如果你要入弯，哇，你就剉赛吓到，怎么回事？滑成这样。好啦，那降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过度的使用降档的档刹来作为减速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哦，红灯。好，再降档。好，现在降档会了，我离合也会拿捏，感觉直接用档刹刹车还蛮方便的。来，好，刚刚好。果然是单缸车，档刹感觉这么大，直接放开降档就可以减速，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刹车啊，当然可以省刹车皮嘞。好，我讲到这边，为什么要省刹车皮啊？你拿你的离合挡刹，然后来交换刹车皮，这好像不太对。好，所以每次如果你之前减速，然后要降档的话，你就直接刹车就好了，刹车比引擎便宜太多了。为什么要觉得用档刹来减速是件很好的事情呢？我前面这边要刹车减速，就直接刹车，然后感觉转速掉的时候，你再降档，然后停住，这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如果你想要热血一点，想要每次减速的时候都档想要高转下去，降档也可以啊。那你就退档补油嘛，这样退下来你爽，然后你觉得也对车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。平常我在街上骑车啊，尤其是要停车的时候，像红灯这样，我是不会做退档补油动作，我就要过弯的时候，然后准备好档位，我才会退档补油动作。比如说像我前面这边要右转。对啊，像这种时候我才会退档补油。不然其实如果前面我要停下来的话，这样靠右边停，我就先刹车，转速掉下来之后再退，然后停下来。还有，如果你今天降档会卡档的问题呢，就先要确认你的降档的时候有没有做确实，离合按着降一档，然后补点油，放开有离合，这样子。有些车子可能档位换挡不顺，那你可能就要离合器按2次，然后再确定入档，那这也是没有问题。好了，那这次不要学降档会犯的错呢，就像我刚刚示范的，就讲到这边。那如果有帮助的话呢，给我个赞，谢谢大家。前面这是感应器，它应该要感应到我准备要在左转线左转，可是摩托车有时候它感应不到，这就尴尬。